80岁的老母亲得了重病，可儿子却把母亲扔进养老院等死。我可没办法照顾妈。母亲唯一的女儿从国外赶回来，把她送进医院，核磁显示母亲颅内肿瘤已经压迫了神经，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，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，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。如果不做手术，能坚持多久？1、2个月吧。这么吓唬我可不敢签这个字了。如果是你们的母亲，你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做这个手术？女人叫小何，是位事业成功的女作家。这些年她游走异国他乡，忙于应酬交际，忙于签售新书，根本无暇顾及80多岁的老母亲，只是把她丢给小保姆来料理。只有当她忙完自己的工作，才会抽时间回老家看望母亲。一进院门，她就看到妈妈瘫睡在电视前，身旁只有一只老猫陪伴，而隔壁邻居家却是儿孙满堂，一片欢声笑语。当保姆兴奋地告诉妈妈是小何来看望她时，妈妈的第一反应竟是接起电话。喂，错了，在这儿呢。你找谁呀？姥姥，是何阿姨呀。妈呀，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起初小何只以为是妈妈的视力不好，但当他看见母亲歪斜着肩膀，双脚蹭着地走路时，他才意识到是妈妈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。晚上吃饭时，妈妈对小何说，她最近看东西总会出现重影，并且无论饭菜多么丰盛，她也都没有什么胃口，总是感觉身体很渴，需要喝很多很多的水。上一秒还在看电视的母亲，只是跟女儿说了几句话，就渐渐陷入了睡眠。眼前这一幕让小何内心感到了恐惧，即便他不愿承认，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母亲是真的老了。后来在一次聚会上，小何跟一位医生朋友提起了母亲的眼睛以及种种迹象。朋友听后劝小何最好带母亲到医院做一次全面检查，并且要尽快。如果他猜的没错的话，这种病拖不起。第二天，小何与保姆就把妈妈带去了医院。核磁的检查结果需要等上几天，可医生还是给开了别的药，说是治疗母亲尿路感染的。小何很是奇怪，母亲为何这个岁数还得了与年龄不符的尿道炎？这次回去之后，小何没有急于工作，而是留在家陪伴起了妈妈。看到女儿这些年来的成绩，母亲由衷的感到骄傲。她平日在家的一举一动也变得十分小心谨慎，就连给猫煮个猫时，都会事先歉意的跟小何打个招呼，生怕自己弄出动静影响了女儿的思绪。自从小何搬回老家之后，也发现了妈妈许多的问题。为了减少女儿的经济负担，妈妈从来不舍得吃，不舍得穿，冰箱里的水果总是放到发霉变质。小何也因此对妈妈发了脾气。别生气啊，妈改，妈一定改啊。吃过午饭，小何看见妈妈在院子里正洗着一块白布，从保姆那里得知，白布是母亲为了省钱代替卫生纸来擦屁股的。一瞬间，小何火冒三丈，原来妈妈的感染就是从这里来的。这一次，小何简直有些恼羞成怒，一气之下将妈妈的拐杖也摔断了。隔天，小何来医院取妈妈的检查结果，专家一看片子就说妈妈的垂体瘤很大，并且同时还患上了脑萎缩，必须尽快住院完成手术。小何根本没有想到妈妈已经病得如此厉害，他非常的自责。这么些年来，母亲独自面对着一切，自己对妈妈的关心甚至都不如家里的小保姆。费了9牛2虎之力，小何终于托关系把妈妈安排进了医院，但高昂的手术费却让她犯了愁。家里的钱刚寄给了留学的女儿，她想让丈夫帮忙想想办法，找你单位借去呗，总不能让我当领导的找下级借钱吧？可算是凑足了做手术的钱，但主刀医生却告诉小何，因为母亲年岁已高，所以手术的风险很大，就算是能顺利下了手术台，也极有可能出现神志不清、痴呆甚至植物人的不良后果。小何顿时没了主意，她打电话给丈夫商量，但丈夫只说了些没用的废话，最后还是得小何自己做决定。正当她满眼泪水想回病房的时候，却看见妈妈在不远处已经注视她好久了。她蹲在妈妈面前，把手术的风险高于回报的事讲给她听，把这个关乎生死的选择交给母亲自己定夺。妈妈听完想都没想，我一定要手术，我不愿意那样活着。即便在性命攸关的时刻，妈妈还是一心想着女儿，因为手术如果成功，女儿的负担就会减轻，即使是手术失败了，对女儿来说也是一种解脱。这就是妈妈的伟大。做手术之前，国外的外孙女打来电话，祝福姥姥的手术一定会成功，还让小何转告姥姥，在她明年结婚的时候，一定要穿姥姥亲手缝制的缎子面礼服。妈妈没有接话，只是在小何叙述完之后自顾自地交代道：身边没人了，要吃好点，你也成人了，我也没什么牵挂了，时间长了就好了。我不也一个人孤独多一辈子吗？我想啊，我再活个3、5年没问题，是不是？妈，没事没事，
别哭啊，别哭，我不能死了，我死也怎么办呢？这就是妈妈，世界上最疼你的那个人。这天，小何给妈妈干干净净的洗了个澡，母女俩谁都没有说话，只是妈妈的脸上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手术的前一天，丈夫打来电话说他远在乡下的父母今天过来，自己在开会，让小何去接站。虽然小何对此极其不满，但他还是去车站接了公公婆婆。不过这件事也间接造成了母亲一生中最大的遗憾，因为手术需要备皮，护士说理发的师傅一会就过来。母亲一听顿时慌了神，她怕自己下不了手术台，想趁还有头发的时候拍一张漂亮的照片留给女儿。保姆一听急忙跑出去找了摄影师，可是由于事发匆忙，保姆找来的摄影师竟然是个骗子，他连照都没照就丢给母亲一张底片，说甩一甩就会出来影像。可母亲甩了半个小时，照片还是漆黑一片。当小何拎着公婆带来的土特产赶回医院时，妈妈已经做完了手术前的备皮。看着被剃成光头苍老了许多的母亲，小何的心里五味杂陈。此时他也终于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珍惜好好爱护过她。小何给妈妈准备了帽子，宠溺地赞美她：妈的漂亮啊，经得住考验，都80岁了，眉还是眉，眼还是眼。当晚，小何拉着母亲的手，怎么也睡不着。明天就要手术了，可是妈妈再也没有对他说过什么。他躲在走廊里哭了好久好久，可他并不知道，这正是妈妈为了不让他焦虑而故意装出的样子。手术当天，小何一个人推着妈妈，不停地鼓励她一定要坚持下来。妈妈就这样望着自己的女儿，连眼都不舍得眨一下。看着妈妈被推进了手术室，小何站在门口放声大喊：短短的几个小时对小何来说，仿佛就像过了几个世纪。也许是妈妈的爱感动了上天，医生说手术做得非常顺利，所有人都沉浸在手术成功的喜悦中。然而妈妈整个面部的灰暗却没能引起注意。医生给母亲做了术后检查， CT 显示脑部一切正常，虽然肿瘤被拿掉了，但妈妈却出现了许多反常现象。她夜晚经常做梦指着空气说胡话，对女儿的态度也不再小心翼翼，而是开始3番5次地折腾小何。小何上一秒刚带母亲去玩厕所，还没坐稳，妈妈又开始叫他：我要翻到右边。等帮妈妈翻完身，他又开始吵着要上厕所。我要上厕所。小何认为这就是母亲的故意刁难，于是一气之下踢走了母亲的便盆。终于熬过了一个晚上，还没等小何睡醒，我不舒服了。彻夜未眠的小何有些心情焦躁，很是粗暴地抬母亲翻了个身。然而刚刚躺好的妈妈又开始闹了起来，她觉得被两旁护栏夹在中间像监狱一样，吵着要拆掉。面对妈妈的无理取闹，小何让她自己在医院慢慢折腾，什么时候改好了，什么时候她再回来。小何不明白为什么妈妈的病已经好了，还要这样折腾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哪是妈妈在折腾他呀，这是他病得开始折腾自己了。女儿不在身边，母亲就开始闹起了小保姆，就连医院的护士也被他折腾得不轻。医院联系上小何，让他赶紧把母亲接回家。妈妈听说这次要回小何的家，顿时间就老实了下来，因为她不想寄人篱下，不想去看姑爷的脸色。出院前，小何给妈妈挑选了假发，本以为住进家里妈妈就会慢慢恢复，可老人家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还越来越糊涂。有一次洗澡时，妈妈举着花洒放在耳边，自言自语地打起了电话。小何第二天就来到了医院，大夫说这是典型的脑萎缩症状，叮嘱小何平时要多让妈妈运动，可不能养尊处优。小何听取医生的建议，回家给妈妈买了一台跑步机。可妈妈对此很是不满，认为自己都80多岁了，没有那个体力跑步了。面对妈妈的态度，小何有些无奈。没办法，他拿出妈妈的检查结果，对藏在厕所里的妈妈说道：照这样下去，过3个月你就死了嘛！这句话像当头一棒，直接把妈妈吓晕了。为了能多陪女儿些时日，妈妈开始积极的配合锻炼。可即便她再怎么努力，衰老的身体也承受不住如此高负荷的运动。可小何为了让妈妈多锻炼，就连每次上厕所都不允许保姆去扶，他不管不顾地加强妈妈的康复训练，全然不顾她老迈的身体状态。小何这样做是想让妈妈早日康复，而妈妈这样透支生命，仅仅是因为她不忍看女儿为自己着急上火。在一个深秋的午后，小何硬拉着妈妈爬上了年轻人都会累的楼梯，还以出门散心为由把妈妈架上了高山。第二天，身体严重透支的妈妈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折磨，一下摔倒在地上。可小何还是固执地坚持要妈妈自己站起来，但老人家哪里还有一丝力气？妈妈跪在地上，一点一点地朝厕所爬去。小何看到这一幕，竟然还以为妈妈不明白自己的苦心，一心想要自暴自弃。但他哪里知道，现在的母亲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此时的大爱成了大恨。小何算是彻底的爆发了，他粗暴地将母亲拖回沙发，要她就在这里坐着，直到能自己站起来。就在小何回屋接电话的时候，
母亲倚着沙发昏了过去。这时的母亲好似处在弥留之际，身心早已神游在山川之间。天上有声音问她愿不愿意留下来。我愿意留下来，可是我还没跟我的女儿打个招呼呢。在一声声的呼唤中，妈妈又苏醒了过来。小何把妈妈捧在手心，深深地亲吻了妈妈的额头，哽咽着说希望妈妈能够理解她的良苦用心。妈知道你疼我，俺会坚持不懈的。当天晚上，妈妈要上厕所时，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静一下就自己坐起来了。小解完之后，她颤巍巍地回到沙发上，跟女儿说还不想睡觉，想跟女儿说说话。早点睡吧，明天再聊。明天变天，天亮了，出门的时候多穿点衣服，也就是我放心。别唠里唠叨了，睡吧啊。小何不知道，这是母亲生命中最后的一个夜晚，也是妈妈对女儿最后的一次关爱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小何被保姆的尖叫惊醒，妈妈穿着运动装跪倒在跑步机前走了，带着最后一丝坚韧永远的离开了。料理完妈妈的后事，保姆对小何说了很多他不知道的事。原来妈妈生前常跟保姆提起自己，说女儿是她的骄傲，担心女儿在外受累，担心女儿被丈夫欺负，担心女儿惦记她这个老妈妈。听到这些，小何再也控制不住懊悔的情绪，放声大哭了起来。后来小何的女儿留学归来，可她却像当初的母亲一样，第一反应竟是接起电话。找谁呀？看得出来，小何也老了，新的一个轮回也开始了。看完整部电影，泪水早已挂满了我的脸颊。父母穷尽了一生，都在为我们劳苦愁烦，可回头想想，我们又为他们做了什么？千万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时候才追悔莫及。母亲永远不会记恨儿女，那种宽容不是不在意孩子的态度，而是不忍去指责与要求。世界上每个女儿未来都会变成母亲，但也请别忘了，每个母亲都曾经是妈妈的宝贝女儿啊。